在我获得保送推荐资格这天，宋燕简破天荒地约我出来谈谈。谁都没想到，10几年来亲密无间的青梅竹马，会因为一个转学生到如今形同陌路的局面。可笑的是，哪怕他已经完全不顾我们一起长大的情谊，我还是喜欢他，心有不甘，如鲠在喉，无法释怀。看着镜子里面色苍白、眼神麻木空洞的人，无法将他和曾经顺风顺水、无忧无虑的我联系在一起。自从成体转学过来后，我眼睁睁看着宋燕简一天天被他吸引，就像真爱的宝物一点点被人抢走，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脑海中有一根弦越来越紧绷，只要再轻轻一碰，就会让我全盘崩溃。闺蜜周梦溪看我将自己折磨成这副样子，她恨铁不成钢，祝曼不就是个男人吗？你这么优秀漂亮，喜欢什么样的找不到？他喜欢上那个成体是他眼光不行，你以后找个更帅更优秀的，气死他们。我也想像他说的那么洒脱，可我根本做不到。一想到宋燕简不属于我，全身就像被剜心凌迟般疼痛。没有了他，仿佛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，我明明不该这样的。就像现在，哪怕他已经明确想跟我拉开距离，我也依旧认真打扮赴约，怀着最后一丝希冀，放下所有自尊，最后一次向他表明心意。我们沉默地走了一段路，他自觉地跟我拉开了距离，像一个普通朋友，就好像曾经的亲密无间只是我臆想的一场梦。我深呼吸，率先开口，阿简。他打断了我，声音低沉又带着歉意，慢慢，今天我找你是想求你放弃保送名额。喉间猛地梗塞，好半天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什么意思？宋燕简垂着眼，没有和我对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对你很不公平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补偿，但是提提更需要这个名额，他家境不好，如果高考发挥失常，他的前途就毁了。你成绩好，就算不用保送也能考进清大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指甲早已深深嵌进肉里。所以你今天约我，就是想让我把保送名额让给他？嗓音抑制不住的颤抖，每说一个字，心脏就像针扎般疼痛。他眼睫颤了颤，最终只说了一句对不起。下巴传来凉意，我胡乱擦了擦，扯了扯嘴角。宋燕简，你太荒唐了。你跟他才认识多久？我们又认识了多久？可你竟然为了他这么决绝的舍弃我们10多年的情谊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了你多久，你是不是觉得无论你怎么践踏我的真心，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原谅你？他看着我，嘴唇翕动，眼神复杂晦涩，竟然泛了一丝红意。慢慢，对不起，够了，我们绝交。这句话我几乎是嘶吼出来的，眼泪决堤，我狼狈的转身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小车失控朝我冲过来，脑海中走马灯似的将这辈子的记忆过了一遍。我和宋燕简在同一家医院，同一天出生，双方父母关系亲近，又是邻居。我们一起长大，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没有分开过，身边人艳羡不已。不仅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而且双方家境优渥，品学兼优，父母开明恩爱，从小到大都顺风顺水，没有遇到任何生活上的磨难。所有人都说我和宋燕简是金童玉女，天定良缘，注定要在一起的。对此我毫不怀疑，冥冥中心里横亘着一个念头，我和宋燕简就是天生一对，没人能把我们分开。从有意识起，我就像个跟屁虫一样粘着他。再大一些，父母就开玩笑的问我们要不要订个娃娃亲。那时我只呆呆看着他，期待他的回应。他摸摸我的头，笑得温柔。好呀，反正我以后一定会娶曼曼。他这小大人的话让几个大人笑得合不拢嘴，但我却深深记住了这句话。对他的喜欢像开了闸的洪水，肆意蔓延，激流成海，而我甘之如饴。变故是从班里来了个转学生开始，他叫程提，活泼开朗，笑起来有2颗小虎牙，很可爱。当我发现宋燕简的目光逐渐被他吸引后，心里的恐慌和不安越来越强烈。我明白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刚开始，程提只是找宋燕简交流题目，我和宋燕简的成绩很好，
名列前茅。程提在原先学校成绩也很好，转过来时进度稍稍落后。班主任让我和宋燕简平时多带带他，高三担得不起。他经常来找宋燕简，却从不找我，理由是我坐在内侧，不方便给他讲题。一开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，直到我看到他嘟着嘴跟宋燕简抱怨，这个题型好难啊，我又没做对。宋燕简非常自然地用笔敲了敲他的脑袋，嘴角轻轻牵起。都给你讲了不下5遍了，你还能错？他吐了吐舌头，眼里漾着狡黠的笑意。那你还不给我讲吗，小老师？宋燕简无奈开口，讲，真是怕了你了。他笑得露出了虎牙，那说定了。离开之前，他的视线似乎有一瞬间落在了我身上。我侧头看向宋燕简，却发现他正盯着程提欢快的背影，薄唇轻轻上扬，好看的桃花眼里藏着细碎的笑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我连忙收回视线，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，可手指却攥得轻白。这一刻，我第一次产生了不受控制的慌乱。我太了解宋燕简了，她表面待人谦和，可实际上却带着疏离感。除了我和家人，我从没有见到她对谁露出过这样的神色。我告诉自己，她只是对同学友好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可他们之间若有若无的亲密画面却在脑海中扎根，像阴霾一样，始终挥之不去。放学后，我们照例一起回家，他依旧自然地帮我拿书包。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刚出校门，程提的声音就从身后响起：宋燕简，等等我。他气喘吁吁地追上我们后，不由分说地牵起宋燕简的手往前跑。快点，我带你去看刚出生的小猫。宋燕简顿了顿，却终究没有挣开他。他看向我，眼里浮现些许愧疚，却还是把书包递给我。慢慢，你先回家吧，我晚点回去。说着，没等我回应，就任由程提拉着他往前跑，一次也没有回头。我怔愣了很久，反应过来后，书包的背带在我手心变了形，勒出一道醒目的红痕。司机沈叔看到我一个人，愣了一下，连忙帮我拿包。慢慢，今天不跟燕简一起回家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坐上后座，看到空荡荡的另一侧，心口瞬间有些闷堵。鬼使神差的，我让沈叔跟在他们后面。很快来到了一个小区外，沈叔停在视野盲区处，他们看不到。我降下车窗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宋燕简用校服抱着小猫，连打好几个喷嚏，有些狼狈。程提笑得花枝乱颤，他有些羞恼地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揉乱了程提的头发，惹得他气冲冲地去掐他的手臂。他闹，他笑，很偶像剧的一幕。我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的互动，直至眼眶酸涩。沈叔愣了愣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担忧地看着我。要去叫燕简一起回家吗？我敛下眉眼，抬头将车窗关上，指尖抑制不住地发抖，强装镇定地说，不用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他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不再说话，沉默地开走，就像来时一样，没有声息。这个场景也曾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不一样的是，宋燕简对猫毛过敏，所以每次我投喂野猫的时候，她总是站在旁边，暖阳融化在她眼里，视线含着无限温柔。只有一次，我被野猫抓伤，她顾不上过敏，立马接过我怀里的野猫，结果就是我打了狂犬疫苗，她一路打着喷嚏到医院。事后我们都笑得毫无形象，回忆的美好衬得现实更加残忍。对她来说，这份回忆不再独属于我。心脏像被人用钝刀缓慢切割一样，痛楚细密又绵长。我想狠狠质问她，是不是喜欢上程提了？可是我又有什么立场呢？我们是青梅竹马，可也只是青梅竹马，不是确定关系的恋人，更像是亲密无间的家人。父母虽然开明，却严禁早恋。曾经我没有半分交集，他数十年的陪伴给了我无尽的底气，没有任何人能成为我们之间的变数。我以为我们心照不宣，心有灵犀，高中毕业后会水到渠成的确定关系，然后恋爱、订婚、结婚，往后余生彼此陪伴，做一对幸福的夫妻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
程提成为了那个变数。理智告诉我，如果他喜欢程提，我应该及时抽身。可想到这，我的心脏就抽丝剥茧般疼痛，酸楚的滋味流入四肢百骸。我太喜欢他了，喜欢到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人生应该怎么过。我从没想过我们会离开彼此，一想到他会离开，我一颗心就像浸在水里一样，酸涩难耐，无法呼吸。周梦溪经常跟我一起吐槽小说里的恋爱脑女主，可我现在这副样子，又跟恋爱脑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狠狠闭了闭眼，今晚毫无睡意。第二天，我的眼底落下一片乌青。车上，宋燕简看到我的样子，轻声问：曼曼，昨晚没有睡好吗？我看着她，笑了笑。第一次放学没有一起回家，有点不习惯。她眼神闪了闪，歉疚地看着我。对不起，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，程提找我有点事，抱歉，下次不会了。我静静看了她2秒。阿简，你跟程提关系很好吗？宋燕简顿了顿，下意识蜷了蜷手指，恰如其分地掩藏了眼底的情绪。就是他找我问题目，接触比较多而已。我不仅没有感到轻松，一颗心反而不断往下沉。宋燕简，你真的不适合撒谎，尤其在最了解你的人面前。我转向窗外，掩盖鼻尖汹涌酸涩，轻声道：我俩换个位置吧，他一直问你也不是办法，我替你分担一点。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停了一会，沉声说：好。程提看到我和他换了位置之后，笑容有些勉强。他看向沉默不语的宋燕简，眼中有一丝委屈。宋燕简，你和祝曼同学换位置是嫌我烦吗？宋燕简猛然抬头，向来冷静淡然的她，脸上竟然出现一丝慌乱。她嘴唇动了动，我笑着接过话茬：不是，我主动换的，不会的题你也可以问问我，我成绩也还行。她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这次过后，她再也没来问过。可我也察觉到，宋燕简变得格外沉默，跟他们课间在走廊上有说有笑的模样完全不一样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女主，而且想方设法拆散男女主的恶毒女配，多可笑啊！中午，周梦溪来找我，宋燕简跟你们班那转学生怎么回事啊？我刚刚看到他们在小树林，有种说不上来的亲近。那女的还说什么要是跟宋燕简同桌就好了，委屈巴巴的，像谁欺负她了一样。笔尖猝不及防在练习册上画了狭长的一道，我连忙挡住，若无其事地说，他们之间我不太清楚。周梦溪脸色有些难看，她拍了拍我的肩，放心，宋燕简应该也不是什么拎不清的，别多想。我不愿意多想，可事实摆在了我面前。这次月考，我班级第1，而宋燕简第3，周梦溪第4。我们班根据月考成绩排座位，以往每一次我和宋燕简都包揽第1、第2，从未分开过。可这次试卷明明比较简单，她却掉在了第3。为了谁，不言而喻。她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轻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她在为打破了当初的承诺而道歉。当初我斗志昂扬，我要考第1。她笑得宠溺，那我考第2，3年都同桌，好不好？那说定了，拉钩。拉钩，尾指缠绕在一起，誓言成立。我强忍着眼眶的灼热，没有回应她。其他人的视线也落在我身上。这些天宋燕简对程提的与众不同，他们很清楚。于是我这个青梅就成为了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。这些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剑，仿佛下一秒就会贯穿我的心肺。后桌两人时不时的笑声传来，宋燕简往日温柔的声音此刻落在我的耳畔，格外刺耳，像一道道催命符，令我痛不欲生。宋燕简的父母去国外出差，让我们家帮忙照顾她。爸妈也察觉到我们之间的氛围变得不对劲，让我们周末多一起出去放松一下。你陈叔新开了个马场，你和小简不是喜欢骑马吗？周末叫上梦溪一起放松一下吧。我抿了抿唇，到底没拒绝，也许心里还是怀着某种希冀。周末我去接了周梦溪，她上车探了探头，疑惑地问，怎么宋燕简没跟你一起？我笑了笑，她说有点事，让我们先去。
周梦溪表情异样，她有些小心翼翼的开口，你们最近闹矛盾了吗？不会是因为那个成体吧？她果真敏锐。到了马场后，我们看到了宋燕简，她换好了骑马装，这个视角看到的是她正在挑选马匹。怎么到了也不说一声？周梦溪蹙眉，刚想走过去，却猛地顿住了脚步，因为随着他向外走去，旁边被遮挡的另一个身影也出现在我们视线里。宋燕简侧头看向他，面容柔和，眉眼带笑。那个女孩笑着转过头，和我四目相对，空气凝滞一瞬。宋燕简也看到了我们，她唇角的笑意渐敛，原本轻松的氛围一瞬间变得有些说不出的沉重。她带着程提走过来，开口解释。程提说没骑过马，想学，我就带他过来玩玩。程提也很快扬起笑脸，是我让宋燕简带我来的，希望不会给你们添麻烦。宋燕简睨了他一眼，能有什么麻烦的？你以为慢慢跟你一样小气？说谁小气呢？那你学不学？学。他们打闹着往马场走去。上马后，宋燕简护在他身后，虚扶着他的腰，阳光明媚，映射在他们的笑颜上，宛如一对璧人。而我像极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。周梦溪担忧地看着我，她气得红了眼。宋燕简太过分了，她怎么可以教她骑马？我呆呆看着他们肆意飞奔的身影，泪水不可抑制地落了下来。曾经我们一同骑马，她学得比我快，于是她主动承担了教练的职责。怕我摔倒，她在我身后控制着缰绳，这个姿势像是拥我入怀一样。我笑着说，你这水平可以当正规教练了。宋燕简低声轻笑，我不想教别人，这辈子有你一个学生就够了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小鹿乱撞，少女怀春的模样，画面重叠，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看到我哭了，周梦溪更加愤怒。等着，我去把他叫过来。我扯了扯他的袖子，慢慢仰起头，狼狈和怯懦一览无余。算了，太难堪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的家，又是怎么睡着的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妈妈叫醒的。她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脸色忧虑，有点烫，应该是发烧了，先吃点药，我去警局一趟。我哑着嗓子问，去警局干什么？嗨，小简那孩子在网吧跟小混混打架，老板报警了。心脏猛地一紧，我愣了2秒，立马从床上爬起来。我也要去。妈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。到警局后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宋燕简浑身都是伤，但她眼神凶狠，充满了戾气。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狠戾的样子。她死死攥着一个黄毛小混混的领子，声如寒冰。你要是再敢对他动手动脚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程提拉着他，眼尾泛红。他转过身，将他紧紧抱在怀里，脸色缓和下来，轻声安抚。妈妈摸了摸我的发丝，眼里满是心疼。还好当初没给你们定娃娃亲，你陈叔和梦溪都跟我说了，宝宝，他不是你的良人，你值得全心全意爱你的人。他温柔的声音敲在我心上，所有的委屈和崩溃再也藏不住，倾泻而出。我扑进他的怀里，嚎啕大哭。妈妈，我好难过，真的好难过。他红了眼眶，一言不发的将我紧紧抱住。走，我们回家，去他的宋燕简。明明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上学放学，可车里我们各自看着窗外，只剩下沉默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我望向他，明明距离只有20厘米，却宛若隔了一道银河。宋燕简每天都会给我带早餐，因为我经常赖床。今天她给我递了一盒奶黄包，手里拿着另一份。我怔怔地看着那盒奶黄包，似乎过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你忘记我最讨厌奶黄包了吗？她瞳孔微颤，唇角动了动，却没有解释。那盒奶黄包被捏紧，慢慢收回。抱歉，我忘了。我看向他手里另一盒奶黄包，自嘲的笑了。是因为程提爱吃，对吗？他垂下眼，默认了。我从未如此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多一厢情愿。铺天盖地的疲惫翻涌而来，我连勉强自己笑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当我转过身后，
宋燕简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浓浓的歉意。慢慢，对不起，我喜欢上了程提。指甲猛地嵌入掌心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抑制住身体的颤抖。我深呼吸，嗓音却依旧有些发颤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是因为你一直都知道我喜欢你，对吗？几秒过后，他说是。决堤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我没有回头，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狼狈。宋燕简，你还记得小时候说以后只会娶我吗？他声音更低，却没有一丝动容。对不起，那只是小时候不懂事的玩笑话，让你误会，真的对不起。以后我们还是不要一起上下学了吧，我怕程提误会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撕开一切体面。你是想让我离你远点，对吧？他没有说话，沉默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。我向前走去，哪怕泪水不受控制的往下流，也始终脊背挺拔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是骄傲和要强的，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狼狈不堪，现在也不能。既然如此，那如你所愿。从这之后，我和宋燕简形同陌路。他和程提的关系日渐升温，曾属于我的温柔，他尽数给了他，而我成为了一个不知疲倦的学习机器。我必须脑子里每时每刻都运转着公式和知识点，否则属于宋燕简的回忆就会无孔不入，让我心脏一刻不停的钝痛，意识被黑暗包裹侵蚀。我只能麻痹自我，只要每天像个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就行了。以前周梦溪常常感叹，你俩就是小说里的男女主吧，简直是老天爷亲孙子。你们上辈子是不是背着我拯救银河系了？我淡淡一笑，说不定上辈子是过得很苦，老天爷这辈子给的补偿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这场车祸让我想起了前3世的记忆。第一世，我是医女谢桥，她是杀手当归，她被人追杀，昏迷在我的竹林小屋外，我救了她。此后我白天为人治病，她做好饭等我回来。伤好后，她说要完成最后一个任务，等她回来后就带我浪迹江湖。我答应了，可当她回来后，迎接她的只有我的孤坟。有个员外想强纳我当小妾，我不愿意，处处身亡。他杀了那个员外以及所有参与此事的人，在我的坟前自刎而亡。第二世，我是相府千金柳如纸，他是落魄书生韩胜。恰逢连年大旱，我组织全家女眷出来给百姓施粥，遇到了他。他上京赶考，但是得罪了一个官员，钱财被抢，一无所有。我给了他1袋银钱。后来相府被牵扯进一桩贪污案，全家被赐死，无一幸免。他去乱葬岗为我收敛尸身，在祠堂为我立了牌位。后来他高中状元，一步步官至1万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。第一件事就是为相府洗清冤屈，肃清朝堂。参与构陷的官员，他一个也没有放过。可在他仕途如日中天时，他竟义无反顾辞官。第二天被人发现抱着我的牌位，在府中服毒自尽。第三世，我是和亲公主安宁，她是护送我的将军林少云。年幼时，他还只是一个小乞丐，偷包子被当街殴打。我出宫看见这一幕，动了恻隐之心，让人将他救下，替他包扎伤口，并给了他一些银子。他呆呆地问我是谁，我笑着告诉了他我的身份。如果想报答，那就努力成才，保家卫国。后来他参军，一路摸爬滚打，真的成为了当朝最年轻的将军。可我们的第二面却是永别。我嫁过去后，他请命驻扎在边塞，外敌不得寸进。可没几年，我病重身亡的消息就传回了京城。他交了虎符，请求辞官。他不信鬼神，却3步一叩首，登上了那高耸入云、足足9万梯的蓬莱阁。民间传说，登上蓬莱阁，仙人可许信徒一个愿望。当他拖着虚弱无比的身躯来到破败的蓬莱阁时，几乎昏厥。他摇摇欲坠，猛地跪在地上，额头血迹斑驳。如果上天有灵，我愿倾尽所有，只换安宁公主下辈子顺遂无忧，安乐一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灵魂会禁锢在他身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前2世的过往。当他失去呼吸的最后一刻，我听到一句低喃：小公主，下辈子若有缘相见，你多看我一眼，好不好？
我泪已流干，颤不成声。下辈子换我来爱你。可他再也听不到了。闭上眼，灵魂开始消逝，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仿佛听到了一声很远的轻叹。原来我这一世的平安喜乐，顺遂无忧，是他倾尽三世悲苦，向上天苦苦求来的。上天怜他一片痴心，许我们这一世青梅竹马，天定良缘。可为什么要出现成题这个变数呢？这到底是上天的垂怜，还是他的恶趣味？我是渺小的蚂蚁，被困在名为命运的圈中，无法前行。铺天盖地的无力感几乎将我压垮，世界再次堕入一片黑暗。我听到了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，艰难掀开眼皮，看到的是医院的天花板。老公，慢慢醒了，是妈妈的声音。一阵兵荒马乱后，病房里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记忆却恍若隔世般久远。后来只剩下我和宋燕简，她眼底乌青一片，发丝杂乱地散在额前，憔悴又颓然。我的呼吸陡然急促，动了动嘴唇，嗓音沙哑的可怕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宋燕简，还是当归、韩胜，亦或林少云？他瞳孔猛地颤了颤，不知所措般蜷了蜷手指。慢慢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宋燕简，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阿简啊。我怔怔看着他，泪水毫无征兆的掉落。他慌乱的神色渐渐模糊，我再也听不到一丝声音。我痛苦的闭上眼睛，仍由泪水滑落。这三世记忆，只有我一个人想起来了。原来，让我痛苦不堪的根源，竟然是前世的那一句承诺。下辈子，换我来爱你。所以我从出生起，就注定会爱上宋燕简。哪怕他一次次失约，亲手碾碎我们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哪怕我的心反复被撕扯得稀巴烂，哪怕眼睁睁看着他爱上别人，哪怕舍弃我所有的自尊，我也依旧爱他。内心的无力和苍凉蔓延至全身。这就是我的命吗？我猛然攥紧了身侧的床单，自虐似的品尝着掌心的疼痛。不，让我想起前世记忆，是想告诉我这辈子只能和他绑死吗？他为我报仇，为我而死，所以这是我欠他的。可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有我想起这三世记忆？凭什么只有我需要承担这份沉重的因果？第一世，我是个善良的医女，救了无数人。第二世，我是相府千金，乐善好施，广结善缘。第三世，我是安宁公主，心系百姓，自愿奉献自己的一生。可我的下场无一不是惨死，我做错了什么呢？明明是上天不公。如果真有因果轮回，那今生家庭幸福，人生顺遂本就是我应得的，不该归功于任何人。我缓缓睁开眼，一直以来的执念解开了。宋燕简慌得双眼通红，她嗓音带颤，慢慢，我去叫医生。宋燕简，我答应你，放弃保送资格。她猛地停下脚步，慢慢转过身，苍白的薄唇微微颤抖，僵硬的顿在原地，手足无措。慢慢，对不起，我没再看他，侧头看向窗外绿意盎然的那棵大树。一只麻雀飞来，短暂的停在窗台，又头也不回的往远处飞去。我淡淡开口，算起来，我们认识了17年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就一直喜欢你，从没想过跟你分开。对你来说，那个说要娶我的承诺只是一句玩笑，可我却一直当真，很可笑吧？他低着头，长睫投下一片阴影，向来挺拔的脊背此刻微微曲着，像被一座大山死死压着，无法喘息。对他来说，我的喜欢是如此沉重和负担。但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喜欢你了。宋燕简机械的抬头，怔怔看着我，眼神痛苦又茫然。前世的诺言，我已经兑现，只是他不再需要我的爱，他真正需要的是我的成全和放手，甚至是对他和别人的祝福。那么，就由我彻底了断这一世所谓的天定良缘。他的良缘，从来就不是我。宋燕简沉默了半晌，最终只能吐出一句抱歉。我闭上了眼，语气没有一丝波澜。不用跟我说抱歉，就算你和我都放弃了保送资格，名额也不见得一定能落在成题身上，毕竟保送名额不是贫困补助，谁家境差谁就能拿。如果你们真想考同一个学校，与其寄希望于保送，不如趁最后的时间，
让他的成绩更上一层楼。他久久凝视着我，眼神复杂又深沉。是我对不起你。想起前世的记忆，心口仍隐隐作痛。但他不是当归、韩胜，也不是林少云，他只是宋燕简。我也不再是谢桥、柳如芷和安宁。如他所愿，放弃保送是为了斩断我们最后一丝因果。我选择放手，成全他心中所想。宋燕简，我们两清了，前世今生我都不欠他了。出院后，我选择在家休养自学。高中的知识已经全部学完，只需要不断练习。周梦溪每天都来看我，帮我把学校发的练习题和试卷带回来。他严防死守，不让宋燕简和我有任何见面的机会，生怕我的恋爱脑再犯，又为了他伤心欲绝。在我的数次保证下，他才终于相信我是真的不喜欢宋燕简了。周梦溪终于松了口气，幸好你醒悟了，当初为了他把自己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，吓死我了都。看来车祸把你脑子撞好了，也挺好的。鬼门关走了一趟，能不好吗？他跟我絮絮叨叨说起了八卦，比如老师们出于综合考虑，保送名额给了其他同学，成题没拿到，趴在桌子上哭了一天。宋燕简劝他着眼于高考，他觉得他在讽刺，跟他大闹一通。班里同学看了不少笑话。不过几天后，他像是终于看开了，开始刻苦学习。宋燕简也一直在辅导他。周梦溪有些愤愤不平，巴不得他们双双落榜。我只是淡淡一笑，又开始投入题海。他们怎样，已经与我无关了。高考很快来临，我提前到了考场外，却意外遇见了宋燕简。2个月不见，她瘦了很多，轮廓更加瘦削，眼底泛着淡淡的疲惫。看到我的那个瞬间，她陡然愣住，僵在原地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仿佛眼前的我是一场幻觉。我先点了点头。宋燕简，好久不见。她眼睫颤了颤，喉间像是阻塞般哑然，几秒后才堪堪说出2个音节。慢慢，我不想过多寒暄，侧头看了眼前方，开始进考场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刚走2步就被他叫住，只能停下。还有事吗？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唇角动了动，挤了个不自然的笑。祝你高考顺利。我默了2秒，唇角向上牵了牵，回他。你也是。四目相对，唯余客套和释然。我坦然向前方走去，再也没有回头，却不知他在身后看了我很久很久，视线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惘，掩埋了那一丝不甘和悔意。高考出成绩，我超常发挥，是第2。国内大学任选。周梦溪考得不错，比平时高了30分，能上重点。宋燕简有些发挥失常，但依旧能擦线上清大。成题成绩确实提高了一些，但依旧和清大分数线有一些。周梦溪皱着眉，宋燕简不会为了成题放弃清大吧？我有些怔愣。高1那年，父母聚在一起商量我们的出国事项。在他们的规划中，我们高考后就要去国外顶尖大学读金融管理，学成后回来接管自家的公司。我对这个安排丝毫不抵触。爸妈曾问我的意愿，就算以后想从事别的职业，他们也会支持我。但在耳濡目染中，我确实对管理公司很感兴趣。可那天，宋燕简罕见的沉默了，我们都察觉了她的异样。良久，她抬起头，眼里满是坚定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只想考清大计算机专业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眼里的光细碎又璀璨。我就这样呆呆看着他。宋父宋母对视了一眼，在对方的脸上都看到了些许震惊。后来他们问我是怎么想的，我从没想过和他分开，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跟他一起考清大。反正清大也有金融管理，没什么区别。爸爸当时脸色有点难看，妈妈无奈叹息，仿佛在说我这个竹马控没救了。最终他们还是尊重了我们的意愿。宋父宋母还在跟我爸妈说，以后咱家的公司就靠曼曼了，这小子指望不上。滚滚滚，想累死我家宝宝。当时我和宋燕简相视一笑，她卸去了担忧，笑容中满是对未来的期盼，格外好看。曼曼，以你对他的了解，
你觉得他会这么恋爱脑吗？周梦溪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抽离。我摇了摇头。他说过考清大是他的梦想，他不会这么拎不清的。那就好，虽然讨厌他，但还是不希望他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我笑着睨了他一眼。这家伙也就是嘴上说得狠，心里比谁都善良。慢慢，那你呢？也是去清大？我顿了顿，看向他，缓缓展颜一笑。不，我会出国。清大是宋燕简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车祸醒来后，我就跟爸妈说了我的决定。我要出国读金融管理，就像最初规划的那样。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他们复杂的看着我，最终叹了一口气，将我揽进怀里。是宋燕简那小混蛋没福气。我们宝宝可是翱翔天际的鸟，不该被任何人任何事困住，做你想做的，爸妈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申请了国外的大学，国内高考成绩是附加项。好在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接下来是独属于我一个人的新征途。我出国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，包括宋燕简。其实我没想刻意瞒着，只是周梦溪和我爸妈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，生怕他又乱我道心。我又无奈又感动，姑且当他们为我出气吧。出国那天正好是高三同学聚会，我婉拒了班长的盛情邀请。宋燕简给我发了条微信，慢慢，为什么不来？是因为我吗？其实这段时间他偶尔会给我发消息。出成绩那天，他问我是不是要报考清大，我没回，现在也不打算回。是他舍弃我们一起长大的情谊在先，倒也没有闲聊的必要了。凌晨12点的飞机，我在候机室等得犯困。朋友圈滑动刷新，成题的动态跳了出来，是一张牵手的照片，戴着情侣戒指，配文：你都愿意为我放弃清大了，我就勉强做你女朋友吧。傲娇男生的手，修长白皙，手背有一颗小痣，这只牵过我无数次的手，终究和别人十指相扣。我的指尖微微颤抖，心脏还是抑制不住的抽痛一瞬。他还是为了成题放弃了清大呀。我无比清晰的意识到，那个满眼坚定说着自己梦想的少年已经不在了。我盯着屏幕，直到眼睛泛酸，突兀的笑出了声，为记忆中那个眼里发光的少年哀悼，为我这么多年的喜欢彻底画上了句号。脑海里似乎有根线啪的断了，冥冥中无形束缚我的枷锁渐渐消失不见，心脏砰砰直跳，就像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。我颤抖着将手贴近心口，这一刻，我终于拿回了完完整整的人生，再也没有前世因果。今后，我只是祝曼，只属于自己的祝曼。我关上了手机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。飞机起飞那一刻，我仿佛真的变成了一只鸟，自由自在，不受束缚，朝着我向往的远方飞去。以下为宋燕简视角，高三同学聚会那天，大家纷纷为我祝酒，祝贺我终于能如愿以偿考上清大。那个被保送的同学也来了，他不用参加高考，刚旅游回来，同学们对他百般羡慕。他笑得眯起了眼睛。我确实挺幸运的，要不是仲曼放弃了保送，我也拿不到这个名额。同学们凝滞了一瞬，突然唉声叹气。当时都替他觉得可惜，但现在看来，人家学霸可能根本不在意。就是啊，高考成绩一出，他想上哪所大学不行？是我格局不够大。班长，话说他今天怎么没来呀？班长耸了耸肩，说他今天有点事，来不了。啊，好可惜，众人的视线不约而同落在我身上一秒。慢慢，是因为我才不来的吗？我掏出手机，聊天记录停留在前几天。鬼使神差的，我问他要不要去清大，他没回。他已经很久没回我消息了。心脏猛地一抽，迟钝的慌乱开始蔓延。他只是生我气了，等过段时间，可过段时间又怎么样呢？是我一次又一次伤了他的心，他不会再原谅我了。我关上手机，狠狠闭上眼。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永远不要后悔。我向程体告白了，他很开心，但他说不愿意异校恋，哪怕在同一个城市都不行。他没有安全感。我怔怔看着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可他突然哭了，你果然还是不够喜欢我。
喉间干涩无比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。好，我不去清大了。说出这句话后，脑海中突然啪的一声，仿佛有一根线断裂了。刹那间，我的心剧痛无比，几乎无法喘息，眼眶不自觉泛酸。巨大的空虚感席卷着我，像是某种珍贵的东西正在离我远去，可我再也抓不住了。我第一次在父母脸上看到这么失望和疲惫的神色。你说清大是你的梦想，可你现在又亲手放弃了，你对得起谁？周梦溪骂我恋爱脑，以后绝对没有好下场。曾是我如亲儿子的祝父祝母，现在对我满是疏离和冷漠。所有人都为我惋惜，告诉我不该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做错了吗？明明我只是不想错过喜欢的人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，不能后悔，就像洗脑一样。越是这样，心中的愧疚就越深。我对得起程提，却对不起所有在乎我的人。对不起爸妈，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那个始终愿意支持我的女孩。我不敢想起她，只要一闭眼，她的身影就横亘在脑海中，无比清晰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爸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。幸好慢慢出国了，没有再执着于你这滩烂泥，要不然我都没脸见他爸妈。我心脏骤然紧缩，猛然抬头，不敢置信。他出国了？为什么要悄无声息的离开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踉跄的去拿手机，妈妈一把夺过，脸上再也没有慈爱，正剩下失望和无可奈何。你为了那个程提，连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都不顾了。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去打扰他。我如坠冰窟，眼圈蓦地红了。是啊，我没资格去打扰他，是我亲手将他推开的。我放弃了计算机专业，选择了金融管理。当初那个满怀憧憬的少年，终于被我亲手杀死。我和程提在一起后，所有人都说我们是神仙眷侣。他的大学室友夸我是模范男友，每天准时送早餐，上下课接送，记得每一个纪念日。我们几乎整天待在一起，陪他逛街买衣服，带他去旅游探店，尝遍各种美食。我的朋友圈全是程提的照片和我们的合照。有个高中同学给我发微信感慨，以前觉得你跟祝曼才是最合拍的，没想到你和程提在一起了。不过看你俩现在也挺幸福的，祝福你们哈，兄弟。打出谢谢2个字，发送键却迟迟按不下去。我指尖颤抖，看到那熟悉的名字，一颗沉寂的心突然开始剧烈跳动，呼吸陡然急促，苦涩的滋味在口腔中蔓延开来。我打开了祝曼的朋友圈，他跟以前一样，很少发动态，每次都是一些风景照，自己却不入镜。可我却像疯了一样，每天都将他的朋友圈从头翻阅到底，像个阴暗窥伺的怪物。我知道不该这样，可我控制不住。别人眼里我是程提的完美男友，可没人知道我有多疲惫。他要健康饮食，要求我每天7点给他送早餐。他想吃城南的麻辣烫，于是我在暴雨天从城北开车去给他买。他想要奢侈品包、衣服，我都给他买。各种纪念日、节假日，礼物从没有断过。可他竟然不记得我的生日。过后也只是轻飘飘的一句，一个生日而已，哪年没有。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条围巾，他笑着替我戴上，怎么可能真的忘呢？就是给你一个惊喜而已。我一针一线自己织的，花了好久呢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却发现如此无力。他可能忘了，他绑定了我的一张卡。而昨天我收到了一条购买围巾的消费短信，29.9元。我没有拆穿，只是觉得疲惫，无止境的疲惫。因为花的数额太多，爸妈冻结了我的卡，只说了一句，从今以后你想养女朋友，自己去赚钱。程提知道后脸色难看，他不停向我抱怨，你爸妈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拜金吗？男朋友的钱本来就该给女朋友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花这么点钱就把卡冻结，你这富家少爷做的可真窝囊。你爸妈的钱迟早都是你的，花一点怎么了？他们这么拎不清。我忍无可忍，够了，我爸妈没有一点错。程提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眶瞬间盈满了泪水。你的意思是我的错？你也觉得我不该花你的钱？
他越说越激动，口不择言。我看你是后悔了吧？后悔没有跟祝曼在一起，他肯定不会花你的钱吧？你爸妈从来就没有接纳过我，他们心里的儿媳妇只有祝曼，所有人都觉得你们才是天生一对，我是后来插足者，可别忘了，是你要跟我在一起的。有本事你就去找祝曼啊，看他还要不要你。他哭着跑开了，我没有追上去，只是用力揉了揉僵硬的脸，视线无法聚焦，内心一片茫然。我后悔了吗？下巴传来丝丝凉意，我用手一抹，原来是我哭了。心脏疼痛难耐，胸口像被一块石头压着，我几乎喘不过气。脑海中又浮现出祝曼的一颦一笑，喜怒哀乐，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告诉我，我真的后悔了。程提的室友联系我，说他在酒吧喝醉了，让我去接。我像个机器一样，面无表情的驱车前往。他身上的酒味很重，摇摇晃晃的倒在我身上。宋燕简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抿了抿唇，将他扶上车，系好了安全带，却始终没有回应他那句话。车内沉默蔓延，一路无话。路过一个巷子的时候，前面有辆车拦着，车里有人，但按了几次喇叭，那辆车都没有移开的意思。程提突然解开了安全带下车，气冲冲的走到前面去敲窗。你会不会开车？我男朋友鸣喇叭你没听到吗？耳朵聋了还是腿断了？他骂得越来越难听。我愣愣看着他，发现他越来越陌生。这些话真的是当初那个活泼俏皮的小女孩说出来的吗？前面车门打开，一个壮汉提着棍子走了出来。他脸色阴沉，死死盯着程提，全身肌肉紧绷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爆发。我心下一沉，连忙下车将程提护在我身后。这位先生，我女朋友不懂事，我给你道歉。他嗤了一声，眼里满是压抑的疯狂。我老婆出轨，儿子管别人叫爹，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你以为我需要你的道歉吗？他将我推开，扬起了棍子往我身后砸。程提吓得面无血色，他尖叫着跑开。我死死拉住他，被他反手用棍子狠狠砸到了后脑勺。一阵剧痛，我倒在地上，眼前渐渐模糊。最后的视线是程提跌跌撞撞逃跑的背影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也没有再追，只是嘲讽的笑了一声。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。喉间溢出苦涩，我扯了扯嘴角，慢慢合上眼睛。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头疼，像要爆炸般疼痛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却前所未有的迷茫。我是谁？我到底是当归、韩胜，还是林少云？心脏像被人一刀刀反复划开般无止境疼痛，疼得我说不出话，无法动弹。滚烫的泪水早已模糊视线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祝曼车祸后的眼神如此复杂陌生，为什么他会问我是谁。因为我终于跟他一样，想起了那前三世的记忆。她是医女谢桥，是相府千金柳入纸，是公主安宁，是我的心上人。我听到了小公主安宁的那句回应，她说下辈子换我来爱你。所以这辈子祝曼喜欢了我17年，上天怜悯，许我们一世安定顺遂，两小无猜。可为什么我会爱上程提呢？为什么我会亲手把3世挚爱的人推开？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残忍？我疼得面色惨白，冷汗浸湿了我的衣服。爸妈进来了，我妈眼眶通红，泪痕还没干。她看到我的样子，吓得捂住了嘴，眼泪瞬间又夺眶而出。小简，哪里疼？我再也忍不住，像个孩子一样在她怀里嚎啕大哭。妈，我全身都好疼啊，疼得我无法呼吸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我要去找曼曼，我要去找曼曼。可我刚挣扎着下床，就狠狠摔在地上。凌乱的脚步声传来，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。我在不甘和绝望中失去了所有力气，堕入无边的黑暗，下坠，迷失。再次醒来，看到面前的人时，瞳孔骤然一缩，不敢眨眼，怕他是我的幻觉。我张了张嘴，颤抖沙哑的声音从喉间溢出：曼曼，是你吗？祝曼唇角上扬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你醒了就好。听到朝思暮想的声音，我的眼圈蓦地一红。
我贪婪地描摹着他的轮廓，他黑色长发披肩，曾经明艳的面容多了一丝柔和，在岁月沉淀下，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。他带着笑意开口，声音不急不缓，就像老朋友寒暄一样。我妈在电话里说你昏迷时念叨着一些陌生的人名，我猜到你应该是觉醒前3世的记忆了。他如此风轻云淡，就好像魂不在意了一样。我艰难开口，是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这就像一个可以随时掠过的微不足道的话题。说完后，我们之间又沉默了很久。他站起身，帮我掖了掖被角，淡淡看着我，这双眼睛依旧清澈如水，迎着浅浅笑意，可再也见不到半点爱意。就当做了一个梦吧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淡忘，你好好休息。他收回手，转身欲走，可我急切又慌乱地拉住他的手腕，温热的触感让我心口一颤，密密麻麻的疼痛蔓延开来，填满我的整个胸腔。我抑制不住地落下泪，带了哭腔。可我忘不掉，3世悲苦才等到了今生，我们本该是一对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到底为什么呢？我泣不成声的呢喃，牢牢抓住他的手，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祝曼坚定而缓慢地将手抽回，他轻叹一声，宋燕简，是你先喜欢上别人的，不是吗？心头一悸，深深的悔恨几乎快把我吞噬。是啊，我答应过他，高中3年跟他一起同桌，可我最后竟然为了逃离他，故意考差。我答应过他这辈子只教他骑马，可我的马背上却坐了其他人。是我一次又一次对他失约的，指尖脱了力，我一点一点看他收回手，却再也无法触碰。可我痛苦不堪，无法释怀。上天，只要他留下来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我颤声开口，曼曼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他眼中出现了一丝冷意。宋燕简，我们的缘分早就尽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根本不欠你的。我扯了扯唇角，挤出个僵硬的弧度。第一世是他救了我，我才能活下来。第二世，如果没有他给的银子，我也无法继续科考。第3世，是他将我救了下来，我才没有被当街打死。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替他报仇，还了这份恩情，其实就已经两不相欠了。可我为他自杀，祈求上天将他生生扯进了我的因果里。他从未欠我什么，反倒是我所谓的爱意误了他的今生。明明是我欠了他的，可他不要我偿还，只想跟我一刀两断，再无关系。我垂下眼，遮住眼底的失意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慢慢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你都不欠我什么。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片刻，缓缓开口。宋燕简，我们都向前看，把握当下的幸福就好。你和程提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刚收住的泪水又有泛滥的迹象，下唇被我咬得鲜血淋漓。他早就释怀，可我永远也不会幸福了。我忍住颤意，故作轻松。祝曼，再见。再见。出院后，我和程提分手了。不管他怎么闹，我都没有心软。他为了让我后悔，去酒吧鬼混，被人下药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他衣衫凌乱，满身红痕。他紧紧抱着我。宋燕简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忍住厌恶，将他扯开，声音没有丝毫温度。别碰我，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会帮忙。现在需要我帮你报警吗？程提怔怔看着我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他不敢置信，我对他真的没有半分情意了。宋燕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他颤抖地尖叫起来。我狠狠蹙眉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。程提表情癫狂，他轻轻摸了摸小腹，露出一个诡异又痛快的笑容。你这辈子都无法甩开我，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。我猛地盯着他，他无所谓地扯了扯嘴角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啊。我厌烦地坐下，疲惫感劈天盖地袭来。打掉，你要多少钱都可以。他摇了摇食指，一副得意又畅快的姿态。我不要钱，我要跟你结婚。我厉声道，不可能。程提嗤了一声，眼里满是算计，再也没有当初天真乖巧的样子。你不愿意，我就去你家公司闹，我手里有很多我们的床照，
我可以每天给朱曼发一张，她一定会喜欢吧。我猛地掐住他的脖子，眼里只剩下戾气。你敢？缺氧让他的脸色涨得青紫，他剧烈挣扎。理智回笼，我放了手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咳出了眼泪，却依旧笑得猖狂。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要不然你看我敢不敢？无尽的悲哀和悔恨将我缠绕得无法喘息，自我厌弃赶到了极致。无所谓了，就这样吧。生命中的光早就一盏盏被我亲手熄灭了，反正我早身处黑暗，再也看不清前路，就这样烂掉吧。婚礼上，爸妈脸色沉重，没有一丝喜悦。祝曼也来了，带了她的男朋友。那个男人五官俊美，牢牢将她护在怀里，爱意几乎快从眼中溢出。祝曼看着他时，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。我怔怔看着这一幕，酸涩从心口涌遍全身，一遍遍品尝无尽的疼痛。身侧双手被我紧紧攥住，几乎快失去理智。我好嫉妒那个男人。祝曼身边的位置本该是我的。宣誓结束，程提凑在我耳边，语气无比恶毒。宋燕简，你看祝曼摆脱了你之后多幸福啊，而你只能跟我纠缠到死，直到发烂发臭。额角青筋抑制不住的球起，我浑身僵硬，机械的转头，朝着祝曼的方向看过去。那个男人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，他耳尖通红，羞恼地瞪了他一眼，嘴角却轻轻扬起。有多久没见过他这么明媚的笑容了？紧蜷的手指渐渐放松，我勾了勾唇角，毫无波澜地看着一脸挑衅的程提。如你所愿，那就纠缠到死吧。他愣住了，这一幕被摄影师记录下来，台下都在鼓掌欢呼。祝曼也鼓了鼓掌，看着台上，唇角始终带着淡淡笑意。他在真心为我们高兴，就像对陌生人的祝福一样。他明明看着我，但那双眼里却再也没有我了。如果一辈子摆脱不了程提是上天给我的惩罚，那我认命。祝曼成了自由的鸟，而我甘愿画地为牢，只要他幸福就好。